昨天发了一个这个视频，很多人很感兴趣。画面上看上去，这条路非常惊险。这里是湖南郴州高一岭景区附近的刀背山。去景区的路上可以看到一个路标，就是通往这个刀背山的。这里和景区里最大的不同有两个，第一个，这个是免费的；第二个，这里没有装护栏，所以拍照的效果更加惊险奇特。还有很多人问这是怎么拍的，谁拍的？首先这是无人机拍的，但是并不是我有什么团队，而是由前面小房子里有一个收费拍无人机的地方。拍这样一个2分多钟的视频收费100元。虽然我的朋友也带了无人机，但确实拍不出这样的效果，所以就花钱拍的。这条路大概200-300米，只有中间一段路走起来非常危险，很窄，大概只有50公分宽，而且是一个上坡，但是一旦走过那一段路，前面就相对比较安全了。我个人感觉刀背山的这段拍摄确实效果比较好，比高一岭景区里出彩。今天来说一说怎么去高一岭，还有高一岭景区是什么样子。结束了柳州之旅后，临时决定去湖南郴州的高一岭。在郴州西站和朋友会合，2个人一起打车去了高一岭景区的农家乐。这个农家乐就在景区门口，还是比较方便的。民宿离景区门口1公里，老板给我们送上来了。有村民在这里把守。你问他，你打电话，你问问，给我们送上来的。出示了老板家的名片，每人优惠了10块钱。其实现在高一岭景区还没有正式开放，很多地方还正在修建，但是当地村民收取每个人20元作为卫生管理费。我们交了每个人的10块钱，开始往上走。走了700-800米，就看到了这样的风景。第一眼看上去，这里的地貌确实奇特。不过现在这里修了大量的栈道和护栏。看看这个栈道和护栏多宽，还修了很多台阶。这是朋友用无人机从空中拍摄的整个高一岭景区。可以看到白色的线条都是栈道护栏，还有好像修了2个玻璃栈桥。这些白色的应该就是以后的游客中心了。看来这个高一岭是要往4A 以上的景区来打造了。这里面有很多的湖，很漂亮。虽然这些栈道和护栏修得不错，但是和以前原生态的环境相比，感觉差了很多。这是用无人机从空中来拍我的镜头，看上去有点像小长城。在栈道和护栏的保护之下，虽然安全了，
但是拍照的感觉差了很多。还是用无人机拍出来效果好一些。从空中看高一岭确实很美。高一岭景区还是很大的，至少要玩半天，有3条很长的栈道。比较好的游览时间是下午4点以后进来，这样不用过于暴晒，而且光线也好，还可以顺便看看日落。这个是在高一岭用无人机拍的，是不是感觉还是刀背山的效果更好？这个是中间的第2条栈道，一直往前走有一个没有修好的栈桥。现在看到的是高一岭最好的一段路，下面也是悬崖峭壁，万丈深渊。这个地方原来没有修护栏的时候也是非常凶险。就是这个地方，下面是直上直下的。在这里试飞一个无人机。这边也修了个玻璃桥。从这里还可以翻过一座山。翻过山头后，来到了这个地方，水中有一个巨大的蜥蜴形状。这里拍照还是挺美的。这里是允许飞无人机的，所以很多人在玩无人机。估计以后这个高一岭景区面积还是挺大的，现在就有3个入口。现在高一岭还没有正式收费，3个入口中只有1个入口有村民把守。但其他的入口也都用一些铁板、铁丝网封住了。现在太阳快下山了，从这儿望上去还是挺美。和昨天的刀背山相比，这里路宽多了。我个人觉得高一岭还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景区。当然，如果来高一岭，最好也顺便去一趟刀背山，那里拍照确实挺有特色，但前提是用无人机来拍。现在是晚霞和落日时间。晚上回到民宿，这里的饭菜很好吃又便宜。老板介绍说，这附近还有很多其他的景点，准备明天带我们去这里的土匪洞和天生桥。这里就是土匪洞。
旁边就是天生桥。这应该是我这个朋友飞得最好的一次无人机，但是无人机却在这里炸掉了。明天带大家去看这里附近的土匪洞和天生桥。